2月14日，在摩洛哥第9天，早餐的油酥饼现吃现做，太香了，就是油有点大。9点钟离开旅馆，前往马拉喀什的老城。老城有1000多年了，历史上曾2度成为摩洛哥的皇城。它与费斯、拉巴特和梅克内斯一起并称为摩洛哥的4大皇城。由于城内建筑多为暗红色，故又称红城或红色皇城。马拉喀什老城以前有19座大门，眼前这座就是其中之一，叫阿格诺门，位于麦地那的南侧，建于800多年前，当时是进出皇家城堡的主要城门，门旁雕刻的是古兰经文。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个大门，导游就领着我们一群人进了大门后面的购物店。心里话，旅游时不喜欢在商店里瞎转，可是旅游团逛商店是个绕不过去的弯儿。这次也一样，旅行团没少安排此类项目。庆幸的是，吃相还好，一是一路上商店的类型没有重复，也正好和旅游内容相互呼应。2是店家没有死缠烂打，而是点到为止。买点当地的土特产送人自用，也是旅行的一个内容。这样的话，合意就买点，不买就看看，长长见识也不错。在马拉喀什首选的土特产，那一定是阿甘油和各种香料、香水等等。尤其是阿甘油，现在已经成了人间仙品，保健美容、防病治病，无所不能。阿甘树只产于摩洛哥土地贫瘠的西南部，产量少，需求大，价格也就居高不下。于是乎，你买到的是不是造假掺杂的水货，就成了旅游者购物时最关心的问题了。这不，这里店家一再强调，他们的商品是经过认证、有证书的。估计换家店大概也会这么说吧。作为旅游者，恐怕没几个人会去较真儿，探究一下证书的真实性或者权威性吧。离开购物店，我们乘车来到老城的梅拉，就是犹太区。从这里下车，步行去巴西亚宫。途经西将广场，广场的名字可能来源于这附近有许多制作灯具或烛台的商店和作坊吧。从这里望过去是巴蒂皇宫，据说巴蒂皇宫曾经是世界上最美丽辉煌的宫殿，现在只剩下依稀可见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巴蒂宫再过去是当今的皇宫，不对外开放。我们走过一条小巷，来到老城中心的巴西亚宫。一个不起眼的大门，将这大门里外分割成了2个不一样的世界。刚才小巷里人来车往，空气浑浊，让人心烦气躁。一进大门，眼前郁郁葱葱，鸟语花香，虽是依然人头窜动，但足以让人清澈爽朗，耳目一新。巴西亚宫建成不过100余年，保存相对完好。它实际上不是皇宫，而是一个王府。它的主人斯穆沙，妥妥的一个逆袭的屌丝，从一个黑人奴隶一路干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朝宰相。他死后，他的儿子本穆沙子承父业，发扬光大，赶上了小苏丹新登基，一下子当上了摄政王。有了权，有了钱，接下来就是盖房娶媳妇。他扩建了老爸留下的住宅，娶了4个老婆，一碗水端平，大小一模一样，每人一个房间。不过他还是以他最宠爱的老婆的名字巴西亚命名了这座府邸。4个老婆还不够，又一口气找了24个妃子。住房标准稍微低一点，2人1间。这座府邸极尽奢华，广受天下奇珍异食，
历时7年才建好了这座有150多个房间的大宅院。这是府里的院子，叫荣誉庭院，24名妃子和子女居住于此。富可敌国可不是什么好事儿。1900年，本布沙刚咽气儿，小苏丹就抄了王府。随后，他后院的女人们也加入了掠夺和瓜分，树倒猢狲散，偌大的王府被洗劫一空，只有搬不走的东西才保留至今。如今，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当日的繁华，欣赏到它的精美。离开巴西亚宫，去往杰马埃夫纳广场。是吗？来到杰马埃夫纳广场，自11世纪末以来，这个广场一直是马拉喀什的中心，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市场。有人说这里动感十足，活力四射；有人趋之若鹜，在这里猎奇；也有人在这里寻找1001夜的浪漫。于是乎，一些旅游攻略更是将它说得神乎其神。现实是，这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人流嘈杂，纷纷攘攘，想放松心情、愉悦欣赏不太容易。晚上花点钱，在附近咖啡馆楼上找个座儿，远远的看看，估计还可以。毕竟距离产生美嘛。离开广场，途经库图比亚清真寺。传说当年建宣礼塔时，曾在泥浆中拌入了不少名贵香料，宣礼塔会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因而又有香塔之称。我们最终来到了拉拉哈斯纳公园，我们9天的摩洛哥之旅到这里画上了句号。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忘了小费，导游、司机和助手人人有份儿。回到旅馆，天还早，到家乐福逛逛，找个麦当劳换换口味。旅行团解散了，离开摩洛哥前，我们明天还可以在马拉喀什自由活动1天。明天见。